这才2个月不到，首席玩家又推出了一款名叫 Area 75的铝坨坨套件，299的普通阳极单模，379的红色金边，399的三模。如果单看售价的话，这应该是目前最便宜就能体验到红色阳极加双氧高光金边的套件。那不得不说，这次红金的搭配是非常好看的。首席玩家也吸取了上一把 LV67上收集来的一些建议，套件表面终于不像之前那样粗糙的可以当指甲锉了，抛光做的是非常到位的，手感丝滑。闭着眼睛去感受一下这把键盘的话，那它的细腻程度在300-400价位还真没有几个能打的。如果你购买的是红色版本，在边框附近一圈还会有一个金色的倒角。当然受限于价格 ，Area 75还是采用上盖纤细底壳型材的搭配方式，两侧的话还会有那种保留的大开口。开始的话，首席玩家那边人告诉我是大货会更换成云光板，变成一个 RGB 灯带，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如果换成白色的云光板，可能在材质上怎么说都会有一点割裂。那于是我又带着这样的想法再去询问了一下首席玩家那边的意见，后来才告诉我金属是标配的，那塑料的话才是额外送的。那这波甲是叠满了。然后翻过键盘，看到背面中间是一块黄铜色的金属配重 Area 系列的 logo。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和摩卡的那个6075很像应该就是出自同名工厂之手。中间的字体是 UV 的亮光漆，在内胆方面采用了 FR4 材质的定位板板黄 Gasky 硅胶结构，但不同于常规的单臂胆黄，采用了双链接。稍微的有点偏硬，下沉幅度会偏小，这只是一个手感取向上的差别，我个人觉得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那另外呢，定位板上的沉浸处理看起来对比674要精致了很多，配合单键开手的定位板也是目前主流的一个搭配。那内胆一共有5层，中间是进口的日本井上 P 棉，加上 SP 轴下垫和声优垫，底部的话是国产的慢回弹 P 棉，再加一张透明的 PET 声优垫。看到这里多多少少都可以料到这把键盘出来的声音就不会差哪里去毕竟这个标准公式给安排上了。那另外的大货版本还会上盖再覆盖一张 EVA 的缓震棉，对上盖和定位板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消音作用的，所以大货版本在声音上大概率会比我手里这一把更好一些。那如果你购买的是3模版，在底壳的位置还会给电池预留额外的开槽，有在充电口附近，就是这里附近还会有一个3模的开关，所以在外壳上3模版和单模版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断了这个想买电池来自己爆改3模版的心吧，在这把键盘上是行不通的。在轴体的选择上，我用的是 TDC 新出的烈焰雪轴 V2，那这一次更新的 V2 版本在顺滑度上又有了一定的提升，对比上一代在模具上的改动，增加了一块导光柱，灯光上会更加的聚集。那键帽的话，我选的是一套红武士的复刻原厂高度，99块钱。装好之后的效果，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发色当然淡了一些，比不上正版就是了。当然我这里是不鼓励大家去买复刻版的，那有条件的朋友还是尽量支持一下原版，质感肯定会比这种复刻版好上不少。那接下来简单给大家来一段打字音。听完刚刚那段打字音，大家可以简单的给打个分，满分100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给这把键盘打个80分左右，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声音表现。这把键盘主要的亮点还是在外壳的工艺处理上，阳极做的非常的精致和丝滑，说夸张一点，和一些小1000的套件去掰掰手腕，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感觉对我有一些帮助的话，也欢迎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